给女朋友穿丝袜的时候，我们约定一起考北大，可我却不得不故意在高考时语文考了个0分，最终我只考了600分，与北大失之交臂，而他却直接去了国外留学。其实他不知道，我最终甚至连大学都没有去读，就被迫辍学去送了外卖。这天晚上，我拖着疲倦的身体，在送最后一单外卖的路上，意外的被一辆路虎揽胜撞倒在地上。紧接着，一个女人穿着一双红色的高跟鞋来到我身边，蹲下，你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说到这，女人打开名牌手包，拿出一沓现金，大概有2、3千块钱的样子。这些钱你先拿着，去附近的医院检查一下有没有受伤。我现在有很急的事要去处理。说完，她把钱塞在我手里，起身就走。可她立马又再次蹲下，从包里拿出一支笔，随手在便利贴上写下一个电话号码，又把自己的身份证连同这个纸条塞给我，对我说道：“有什么事你随时打我电话。”我叫陆雨欣。我低头看她身份证的时候，她已经起身离开，前后可能1分钟时间都没有，甚至我们都没有彼此交流。白色的路虎揽胜远去，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送完最后一单外卖。完事后，我一个人推着电瓶车回到家。此刻我手里拿着豪车女司机的身份证。此时已经半夜，经过短暂的犹豫，我还是拿起电话拨打过去。第一遍电话没有人接听，过了1分钟，我又拨打了第2遍，这一次直接被关机。我有点不甘心，又拨打了第3遍过去，这次终于打通了。电话那边传来他很不耐烦的声音，问道：“哪位？有什么事快说。”我很客气地说道：“刚刚你开车把我撞了，对不起。”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，连连道歉说道：“刚刚是我不好，实在对不起。你现在在哪个医院？有没有检查过？医生怎么说？”听他的语气让我舒服了不少，平静地说道：“我人没什么事，但是我的电瓶车壳裂了一些，人没事就好。电瓶车多少钱？我赔给你，已经够了。”我拿着电话说道：“你给我的钱已经够修电动车了，你的身份证还在我这，什么时候方便你取走吧？现在可以吗？”他略带咨询的语气问道：“我有事走不开，让朋友过来取可以吗？”好的，我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。挂断电话之后，我坐在木板凳上，给自己涂抹跌打药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听到有人敲房门，我起身走出自己的卧室，来到客厅，打开门，发现外面来了4个男子。走在最前面的年龄和我相仿，感觉有20岁左右的样子。跟在后面的3个男子膀大腰圆，看起来很魁梧。走在前面的男子看着我问道：“是你打电话吗？”“你是。”还没来得及询问身份证，男子很不耐烦地问道：“陆雨欣的身份证不在你这，在我后面呢。”我话还没说出口呢，男子一拳头打在我的脸上，紧接着抬腿踹在我的腹部。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就这么被打倒在地上，试图从地上爬起来。男子的脚迎面踢过来，顿时我就感觉到嘴里泛起了血腥的味道。住在隔壁经常和我把酒言欢的室友刘强打开自己的卧室门，看了一眼，又赶紧关上了。男子来到我身边，用他穿着皮鞋的脚踩在我的手臂上，冷冷地问道：“身份证呢？”我很想说话，但是感觉半张脸都是麻的，根本说不出来。男子转过头，对身后的3个人说道：“进去找一下，那张身份证和字条就放在卧室的桌面上。”进去的人很快就找到，拿出来递给男子。男子看了一眼身份证，很满意的收进自己的口袋，踩着我胳膊的脚也在额外的用力，甚至在我的胳膊上碾了一拳，冷冷的说道：“瞎了你的狗眼！”碰瓷竟然碰到他的头上，我今天把话放这了，你要是再敢纠缠那个女人，我一定弄死你。说完，他又狠狠地踢了我一脚，转身就走。还没等走到门口，他好像想起来什么，转身走进我的卧室，把我的手机拿出来，当着我的面狠狠地摔在地上，确定那个手机彻底报废了，才大摇大摆地离开。他们走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床边，7块钱的烟在我指尖散着青烟。我想不明白，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是充满了不公？我更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一张善于伪装的脸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他为什么要留下一张身份证，然后安排几个人来打我一顿？为什么？我暗暗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要问清楚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仿佛这一整夜都不会停歇。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这个城市又多了一个游离的我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子斜射在房间内，我已经把所有的物品都收进了行李箱内。今天我将搬离这间出租屋，因为昨天晚上那一伙的缘故，房东认为我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，不把房间租给我了。行李箱放在破旧的电瓶车上，身上只剩下那个女人昨天在雨中丢给我的2600块钱。上个月发薪水，我把所有的钱都打回家给父亲看病，只留下了一点点的生活费。这2600块钱拿出800买个智能手机送外卖，这活还是要继续干。剩下的1000多块钱准备用来租房，天黑之前找不到合适的房子，我就得睡天桥了。把手机卡放在刚买的手机上，可刚开机就接到了我二叔打来的电话：“默默，你在干什么呢？”我二叔莫少杰是个神人，是我爷爷在路边捡回家的，比我大6岁，这些年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做，十里八乡的都知道。他用4个字形容，就是臭名远扬。我蹲在路边的马路牙上问道：“我这回没事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”“有事啊，我上昆明帮你爸买药，听说昆明有个老中医治疗肾病特别有一套。我打听到老中医的联系方式后，就赶紧过来了，晚上在你这对付一宿，明天早上坐火车回去。”二叔，我当时就紧张了，要是被我二叔知道我混的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，他得咋想？回去和我爸妈一说，他们二老又要担心了，再加上脸上还挂彩了，我二叔那性格，看到肯定会刨根问底的，这麻烦就大了。我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二叔，你别来找我了，抓完药就早点回去，我这工作忙得不行。”我二叔莫少杰强调说道：“你妈还给你带了一筐土鸡蛋，说什么都要拿给你，
先这样，一会到了我给你打电话。说完，我二叔就把电话给挂了，徒留我盯着手机发呆。2个小时找一套房子交房租住进去，这有点不太现实。但是2个小时之后，我二叔就到了，这是个大麻烦。经过短暂的犹豫，我决定先去火车站附近找个小旅店，把我二叔在那边安顿下来，让他打消跟我回家住的念头。只要安顿好我二叔，我自己在内住都无所谓了，对付一下就可以了。2个小时后，我在火车站接到了我二叔，他和以前一样的穿着一件绝逼是盗版的名牌 T 恤，身上的肌肉凸显，胳膊上又多了一条纹身。见面的第一瞬间他就愣了，关切地问道：“默默咋了？和谁打架了？”我撒谎说道：“没有，不小心摔的。”摔的？我二叔根本不相信我说的，对我说道：“你把你二叔当成是你爸妈一样忽悠呢？谁能把自己摔成这个样子？咋的呀？被打了都不敢说呀？”我知道我二叔是身经百战，想要骗过他挺难的，但是我也不想和他说这些，搪塞地说道：“走了走了，先带你去住的地方，下午我跟你一起去抓中药。”我二叔没吭气，跟在我身边走着，在提前开好的小旅馆内，我对我二叔说道：“今晚你就住这里，下午抓完药我就去上班了。我挨打这事你别跟我爸妈说，免得他们担心。到底咋回事？”莫少杰不依不饶地问道：“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？默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家里？先说说是谁打了你？为什么打你？”我郁闷了，坐在床边点燃了一根烟，低声骂道：“我也不知道为啥打我呀。”我就把昨天晚上的事说了一遍，最后我还不忘提醒我二叔，这事你千万别和我爸妈说，免得他们又担心我。这还有几百块钱，你回去的时候给我爸带回去吧，让他们想吃什么会买点什么。莫少杰在一边低头抽着烟，沉默了几分钟，对我说道：“这事我不和你爸妈说。”说着，我二叔又拿出来2000块钱给我，你的钱就别给你爸妈了，我再给你2000，你去找个好点的小区，租个小区房住，对自己好点。二叔，你别给我钱，我不用，拿着。我二叔用命令的语气说道：“给你就拿着，别那么多废话。下午我去给你爸抓中药，你去找房子，先把住的地方解决了，晚上一起吃饭，明天一早我就坐火车回去了。”我深深吸了口气，能感觉得到莫少杰对我是真的很关心，我也不想让他太担心。我答应了他的提议，下午我去找房子，莫少杰去抓药。我爸的肾病也有好些年，这些年给他看病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。爷爷去世的时候留下一笔遗产，可能有几万块钱。按理来说，这笔钱要我爸和二叔每人一半，但是二叔1分钱都没要，全都给我爸看病了。我二叔莫少杰虽然不学无术，成天瞎混，但是人品没得说。下午在中介处找到了一个房源，3室1厅的小区房，与人合租，剩下一间最小的卧室，月租700，客厅、卫生间、厨房都是公用的。中介介绍主卧住着一对情侣，次卧住着一个单身女孩。看过房之后，我觉得条件什么都还可以，交了3个月的租金，办理完这些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。莫少杰给我发信息，告诉我他在火车站边的小旅馆等我，晚上一起吃饭。他第2天一大早要坐火车回家，临出门的时候，我遇见了合租的那个单身女孩，她刚好下班，穿着一身职业装，短款的小西装，显得整个人特别有气质。她弯腰换鞋的时候，我透过她的衣领看到了里面的春光。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也承认她那里很吸引人，让人看了第一眼就舍不得移开目光。结果当他换完鞋起身的时候，我还傻傻地盯着他的胸看，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无比厌恶地低声骂道：“流氓！”说完后，自己捂着领口向次卧走去。晚上和莫少杰在火车站边一起吃了晚饭，喝了几瓶啤酒。我也懒得回滇池春天这个小区住。第2天一大早送走莫少杰，我开始继续送我的外卖。不工作就没收入，而我暂时能做的也只有送外卖，一直忙到晚上11点半。最后一个订单让我有些意外，竟然是和我住在一起的人。预定的名字叫林一飞，提着外卖回家。主卧室的那对情侣并不在家，门紧闭着，里面的灯也没开，次卧的灯倒是开着，时不时的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。我把外衣脱掉，丢进我的卧室，提着外卖走到他的房门前，轻轻敲了敲。他穿着家居服打开了门，看到是我之后，脸色马上就变得很不悦，本能的用手左手捂着领口，用一种特别厌恶的语气问道：“干什么？”我把手里的外卖提起来说道：“你点的外卖。”林一飞怒了，他质问道：“谁让你动我外卖的？”我后面的话还没说呢，他一把将外卖从我手里夺过去，下一个动作竟然是直接丢进了门边的垃圾桶里面。因为外卖里有一碗汤，在他夺走的时候，里面的汤洒在了我的牛仔裤上，很烫。他完全不理会我，后退一步将门重重的关上。我站在门口有点不知所措，无奈的摇摇头，回到自己的卧室。手机上收到订单的回馈，一个差评，理由就是你凭什么把我的外卖送到别人手里？有你这么不负责的吗？我看着屏幕觉得有些荒唐，一个差评扣300薪水，起早贪黑，一整的收入可能都不到300块。今天累得像狗一样，结果这一个差评就让我回到了解放前，坐在床边抽根烟，感叹人生的不美好。周3中午，我突然接到莫少杰的电话，我还以为他和我说家里的情况呢。我把电瓶车停在路边，问道：“二叔咋了？我这正送外卖呢，你晚点打过来呗。我在青年路和人民路的交叉口这等你，你送完这份外卖就别接单了，先过来一趟。”我以为我听错了，你在哪呢？小花园，就是你和我说撞车的地方。你过来一趟，告诉我你到底在哪？被豪车撞的，干什么？我预感到莫少杰好像要干点啥，不是回家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昆明了？我帮你把这场子找回来，你不过来也行，我最多就是多调取几个摄像头的录像而已，麻烦一点。我彻底无语了，我二叔莫少杰是啥样的人，我太清楚了。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，见面再说。半小时后，我果然在小花园的十字路口
看到了莫少杰，这家伙正蹲在路边，眼睛一直瞄着路口的那些摄像头。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莫少杰看到我之后，递给我一根烟，问道：“你在哪被撞的？”我纠正莫少杰的思路，说道：“不是被撞，是豪车转弯，我撞他了。”莫少杰骂道：“谁不知道转弯要让直行的？你告诉我在哪个方向就好了。”我指了指对面，对莫少杰说道：“就在那。二叔，这事就算了吧，咱在昆明人生地不熟的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别管了。”莫少杰把自己没抽完的半根烟丢在地上，用脚踩了一下，对我说道：“这事我知道了，等我查清楚豪车的车牌照，就能找到打你的人了。你先忙你的去吧。”说完，莫少杰低头就走。我站在原地喊道：“二叔，我住滇池春天，你晚上过来住吗？”莫少杰头也不回地丢下2个字：“不住，你不用管我。”我看着莫少杰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，内心开始变得忐忑不安。他没见过那伙人有多凶，明显就不是善茬，开的是名牌豪车，手里拿的奢侈品包，是价值过万的酷奇。莫少杰在昆明人生地不熟的，就这么贸然去调查，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是什么？可是我又知道自己劝不了他，除了干着急，也不知道能做什么。3天后的晚上，莫少杰再次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在半小时之内赶去世纪城车立坊。他在车立坊外面的露天停车场等着我。我来到停车场，找到莫少杰的时候，他正蹲在花坛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而在他的斜对面，正是那天晚上和我发生亲密接触的白色路虎，侧面的划痕还在。我特别震撼莫少杰的能力，他是怎么找到的？我完全不清楚。我有点担心，劝莫少杰说道：“二叔，算了吧，这事别闹大了。”不行，莫少杰不带任何语气地说道：“今天就得把这场子找回来。在哪？在这。”我四处看了看，虽然已经是晚上8点多，但是这里热闹非凡，根本不是个能找回场子的地方。抽烟吧。莫少杰递给我一盒烟，竟然是阮中华，指着一边的黑色上特拿说道：“上车坐着去，等人来。谁的车？别管了，跟我上去坐着。”上车之后我就开始紧张，这辆至少10年以上的上特拿破旧不堪，在驾驶位的右侧竟然竖着一根钢管，钢管的一边还用绷带缠绕了起来，这明显就是今晚的作案工具。我根本淡定不下来，虽然憎恨他们欺负我，但是让我去打人，我紧张，我怕。我试图劝说莫少杰别没事添麻烦，但是他压根就不理我。我完全是在自言自语。那晚9点多，打我的男子和开车撞我的陆雨欣出现，莫少杰带着我开着破上特拿跟上了他们的路。莫少杰冷冷地问道：“是不是他们俩？”二叔，算了吧，别废话。莫少杰显得有些不耐烦，就说：“是还是不是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低声说道：“是。”路虎下2环拐进偏僻小路，莫少杰超车别停对方，叼着烟拎着钢管下车，一脚踹开扑过来的男子，挥管就打，男子被踹倒在地，没了嚣张气焰。陆雨欣下车蹲在他身边：“宇豪，你怎样？有没有事？”随后抬头瞪着莫少杰：“你干什么？为什么打人？”莫少杰夹着烟，头也不回：“默默过来，你想怎么弄他？”我战战兢兢上前：“二叔，算了，打也打了，咱还是走吧。”陆雨欣没认出我，惶恐追问：“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”莫少杰蹲下身，钢管顶着男子大腿，打了默默一顿，砸了他的手机，5000块钱马上转过来，不然今天别想好好离开。我给。陆雨欣慌忙掏出现金：“你们别伤害他，这些钱都给你们。”莫少杰接过钱：“差不多了，别仗着有钱欺负人，不服找我。电话1356677。”转头对我道：“默默走了，他再敢欺负你，我就弄残他。”我看着陆雨欣的美貌有些无措。莫少杰骂我损，人都是2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，你怕他们干什么？是爷们就和他们干。我不想惹事，只是想赚钱给父亲治病，但还是收下了他塞来的6000多块。路口下车后，我揣着钱有些不安，既怕惹麻烦，又忍不住想和陆雨欣解释误会。蹲在小区门口喂流浪狗时，竟觉得自己和他一样，在这座城市小心翼翼流浪。回到家，林一飞围着浴巾从卫生间出来，又给了我一个白眼。上次我不小心看到他的胸，他至今记恨。第2天接单送。次时，份盒饭到迪凯国际酒店，保安起初不让进，订餐女孩沟通后，我得以乘内部电梯到29层会议室。2次送餐后，我惊呆了，陆雨欣竟在里面。有人恭敬地递上盒饭：“陆总开会辛苦了，您先吃。”我慌忙放下盒饭想走，电梯到1楼却被4个保安拦住：“跟我们走一趟。”“干嘛？你们认错人了。”“少废话，先带走。”“凭什么？你们没权利控制我人身自由。”大堂经理向围观者解释：“客人举报丢失贵重物品，怀疑是这位外卖小哥行窃，我们会送他去派出所。”围观者议论纷纷，指责外卖员素质差。我大喊冤枉，却没人理会，被保安软禁在房间，手机被搜走，手脚捆在椅子上。胖保安威胁我：“再乱叫，我就把1星期没洗的袜子塞你嘴里。”我吓得不敢作声，眼睁睁看着他们出去，自己却无法挣脱。几小时后，陆雨欣带人进来，保安连忙起身：“陆总好。”陆雨欣皱眉：“干嘛把他绑起来？”大堂经理厉声对保安说：“谁让你捆绑他的？快点放开！”松绑后，陆雨欣让其他人出去，冷眼看着我：“你和宇豪有什么过节？昨天为什么下手那么重？他叫宇豪，你有必要装糊涂吗？为什么打他你不清楚？”陆雨欣嗤笑：“你们成天打来打去有意思吗？有什么事不能好好沟通？你能听我解释吗？”“没空，我把你留下就是想告诉你，以后别大半夜堵宇豪，要钱直接跟我说，别为难他。你让人把我绑3、4个小时，耽误我工作，就为了说这句屁话，不然呢？你觉得我还能和你说什么？”妈的，我火气上来，你中午吃的盒饭是我吃了几口吐了口水的剩饭。陆雨欣瞪大眼睛，捂着嘴冲进洗手间。我拿起手机走出房间，却发现外卖账号被停用，客服说我涉嫌盗窃案。我愤恨地瞪着酒店，
吐了口唾沫，竟被保安踹倒擒住，推上一辆别克 GL8。陆雨欣坐在旁边，我被捆着质问：你想干嘛？不至于杀人灭口吧？闭嘴！再提午饭的事，我现在就把你丢下车，我工作都没了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？宇豪要是受伤，我一定把你送法庭。宇豪到底是你什么人？陆宇豪是我弟弟，我不希望他受伤，你朋友绑架了他，现在用你换人。我朋友莫少杰，他到底干了什么？车子开到东三环郊区的破旧仓库，莫少杰的桑塔纳停在旁边，他独自坐在轮胎搭的桌子旁。陆宇豪和4个鼻青脸肿的人坐在对面。陆雨欣跑过去：宇豪，你怎么被打成这样？谁干的？陆宇豪低头：姐，不怪人家，怪我。我们5个没打过他一个，我活该。胖子保安叫嚣：快点放了我们少爷，否则就撕票了。莫少杰皱眉没说话。陆雨欣心疼地摸着陆宇豪的脸：疼吗？陆宇豪点头又摇头：姐，没事，我不服气想教训他，技不如人而已，以后不给你惹事了。你们叙旧的时候，能不能先把我松绑？我喊道。都说互换战俘，能不能守点信用？陆雨欣示意保安松绑，追问陆宇豪：昨天晚上为什么拦你？你别装了！我大喊：你开车撞我，让他去我住处打我，砸我手机，别告诉我你不知道。陆雨欣震惊地看着我和陆宇豪。陆宇豪小声解释：那天你说开车撞人，让我去取身份证，我以为你被碰瓷勒索，就带人去他住处抢回身份证，砸了他手机，怕他纠缠你。现在清楚了吧？我盯着陆雨欣：你们撞我，打我，诽谤我是贼，害我丢了工作，我到底招惹你们什么了？对不起，我补偿你。陆雨欣脸红道歉：不用，别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。我走到莫少杰身边，拿起啤酒一饮而尽。看不出来你挺能打。莫少杰耸耸肩，对陆雨欣说：开车撞人，动手砸手机，害我侄子丢工作，你们总得给个解决方案吧？陆雨欣，那你们要多少钱？钱就算了，不如给我侄子一份工作。陆雨欣和我同时开口：不行，不要。陆雨欣红着脸说：我们公司不要人品不好的人，他偷吃我的饭，还把剩饭给我。噗！我大笑，走了。送不了外卖，我可以干别的。这事就算结了吧，以后别找我麻烦，别囚禁我了。陆宇豪连忙说：你放心，我服了，以后有事您说话。莫少杰起身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路上我问莫少杰怎么打赢5个人了，他反问：这有什么难的？回到市区，我有些迷茫，以前忙着送外卖，如今突然闲下来，竟不知该做什么。蹲在小区后门，那只流浪狗又来到我身边，我们一起感受着这座城市的孤独。林一飞提着饭盒走来，给流浪狗喂食，他主动道歉：对不起，那天心情不好，不该没问清楚就给你差评投诉。没事，我自嘲道，骑手账号被封了，以后不是外卖小哥了，那你要换工作。明天开始找。这狗叫什么？布布，特别懂事。他和我闲聊起来，我们因布布病弃前嫌，一起回了小区。第2天醒来，我才想起电瓶车还在迪凯国际酒店，急忙打摩的过去。胖保安看到我，挥舞着橡胶棍：你又来干嘛？找挨揍，滚犊子！我的电瓶车呢？昨天停在这里不见了，这里没你的车，快点滚蛋！给我调取监控，你也配调取我们酒店的监控？这时陆雨欣的路虎开过来，他探出头：你又来干什么？找我的电瓶车。胖保安凑上前：陆总，他那破车被城管拉走了，我们亲眼看到的，你们看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怒了，我来给你们送餐，丢了工作不说，车被收了你们都不帮忙，有没有人情味？胖保安幸灾乐祸的唱：为啥要帮你呢？行了，陆雨欣对胖保安说：给他刷电梯，带他来我办公室29楼总经理办公室里。陆雨欣递给我一杯咖啡：你的电瓶车多少钱？我突然想调戏他，钱在你眼里是万能的，那电瓶车陪我送了3年外卖，是我的伙伴，你们好意思让他就这么没了？陆雨欣靠在写字台，再深的感情也没用，我不可能帮你找城管要回来。说吧，要我赔多少钱？除了钱，你就没别的可说。对不起，不能。和你这种人品有问题的人，我只能谈钱。我人品有问题，人品没问题会偷吃别人的外卖。我语塞。陆雨欣看了看手表，我马上要开会，别浪费时间，说个数。我不要钱，我就要我的车。5000够不够？我没吭声。8000可以了吧？我依旧沉默。1万，这次总可以了吧？你觉得我是来敲诈的？别说了，2万，不要就马上滚出我办公室，以后别再出现。我指着他后退，你活得真悲哀，眼里只有钱，根本不懂失去伙伴的痛。和你聊情感就是浪费时间。再见。等一等，陆雨欣叫住我，你别后悔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2万块赔偿。不需要，那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，我会还你。记住我的电话。走出酒店，我真想抽自己耳光，2万块就这么没了，只能安慰自己好歹拿到了陆雨欣的电话。刷朋友圈时，看到高中好友高旭发动态庆生，他考上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，如今在找实习单位，想做酒店管理，还邀请我参加生日聚会，让我带女朋友。我突然想起陆雨欣的承诺，拨通他的电话：你是后悔要那2万块了？你能不能正常点？我调侃：你答应过帮我一件事，不违背原则就可以，对吧？对。你想让我干什么？晚上陪我参加朋友的生日宴会，吃顿饭就行，不算过分吧？吃饭。陆雨欣惊呼：你觉得我时间很多，不来就算了，我也算看清你了，除了钱就是说话不算数。行，我陪你去，吃完咱们2清，别再烦我。吃饭时别拆台，我也不会对你做非分举动，就以朋友身份出现。OK， 晚上见。我买了500块红包。6点1刻到了饭店门口，陆雨欣已开车等候，穿着职业装走进包间，高旭热情招呼我，介绍道：这是默默，我高中最好的哥们，曾经的学霸，高考600多分呢。我递上红包，生日快乐。高旭推回红包，就是拒绝。不用客气，这位是弟妹吧？怎么称呼？陆雨欣微笑。雨欣。高旭自豪地说：我叫高旭，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，和默默是发小。有人提议上菜，包间里热闹起来。
高旭递给我烟。默默，当初你要是坚持上学，也不用送外卖了。坐在他身边的女孩王慧鄙夷地问：送外卖的哪个平台的？网上说你们偷吃是真的吗？另一个男生接话：还有在电梯里把客户的汤当漱口水，吐回去更恶心。这行业太乱了，都是闲散人员在做。我脸上火辣辣的，不敢看陆雨欣。这时有女生问他：你也是送外卖的吗？陆雨欣微笑着说：我和默默都是送外卖的，我们是同事。女生羡慕地说：送外卖风吹日晒的，你皮肤还保养得这么好，真让人羡慕。陆雨欣没解释，任由他们讨论。高旭尴尬地安慰我：默默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们就是随便闲聊，没事，我能理解。我苦涩地笑了笑，在昆明打拼这些年，我早已习惯了各种眼光。酒过3巡，高旭问我：你爸的病现在怎么样了？能做换肾手术吗？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低声说：没希望，换肾要几10万，还得找匹配的，现在只能保守治疗，每周透析，人都瘦成皮包骨了。高旭叹气：当年高考你600多分，为什么不坚持上学？全校还给你捐过款了。我把钱给我爸看病了。我打断他：后悔吗？要是上学，你现在会有更好的选择。我摇摇头，点燃香烟，再选100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高旭身边的刘倩教育我：你太不懂事了，应该先读书，拿到毕业证才有更多选择，不然除了送外卖你还能干什么？陆雨欣开口：永远不要去评价你不了解的人或事，你说的或许对，但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正确。刘倩翻了个白眼，高旭连忙阻止：刘倩别说了，默默他父亲病重，全家都靠他支撑。刘倩嘟囔，目光短浅。我握着酒杯的手在颤抖。陆雨欣突然伸手按住我的手背，眼神温柔。刘倩见状，转而问高旭：上周让你投的简历都投了吗？我已经收到面试通知了。高旭兴奋地展示手机，看，我也收到了，明天一早就去面试。刘倩抱着他亲了一口，太棒了，我相信咱们一定会被这家酒店录取的。对面女生好奇地问：你们这么高兴，是有什么好消息啊？刘倩自豪地说：我和高旭一起投了简历，现在最心仪的那家酒店通知我们明天去面试。饭局结束后，我想借机溜走，陆雨欣却提出要送我。高旭他们准备去 KTV， 刘倩提议5人挤一辆出租车，陆雨欣婉拒说有事要先走，这就走了。高旭略带失望地说道：过去一起玩一会儿吧，难得出来聚一下。刘倩偷偷掐了高旭一下：行了，别勉强人家了，这个时间正是点宵夜的时候，晚上能多送几单，别耽误人家时间了。我对高旭说：下次吧，反正都在昆明，常联系。高旭说：那我帮你们打个车吧，路上慢点。不用打车了，我没喝酒。陆雨欣按了遥控器，身边的白色路虎揽胜车灯闪了闪。再见。高旭和刘倩表情僵硬，身后传来刘倩的声音：你这个发小还真有意思，肯定是借个车来充面子吧。我没再听下去，坐上了陆雨欣的车，靠在椅背上，想到生活的压力，眼泪忍不住滑落。我赶紧按下车窗，让风吹干泪水。车到滇池春天小区，我下车道别，陆雨欣叫住我：默默，我还欠你什么吗？我摇摇头，不欠了。那就好。陆雨欣笑了笑，再见。回到家，林一飞正在客厅打电话道歉，眼睛红红的。我递了纸巾给他，自己去洗澡。出来后，他仍坐在沙发上，气氛有些沉重。我灌了几瓶啤酒，一觉睡到第2天被电话吵醒：你还在睡觉吗？要不要这么懒？电话里是陆雨欣的声音：干嘛？我懒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迷迷糊糊地问：帮个忙可以吗？什么事？你来我公司找我见面说，你想拒绝也不勉强。我犹豫了几秒，等着。半小时到，管好你的看门狗，别让他们咬我，尤其是那个胖子。陆雨欣笑道：好像你真的被咬过似的。10点半，我到了陆雨欣的办公室，他坐在写字台后处理文件。有什么重要的事请我出山。我双手撑在桌面问。陆雨欣放下鼠标：人事部今天要面试几个人，我想请你当人事部主管，看看这几个人能不能用。啥？你没开玩笑吧？让我当面试官？没开玩笑，面试的人已经到了，我的助理小茹会配合你，全凭感觉选就行，觉得好的留下实习，不好的劝退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让我来面试，有什么特别目的？陆雨欣笑了笑：去吧，小茹会带你去人事部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跟着小茹到面试办公室，桌上放着4份简历，初试过了4个人，最后只能留2个。你先看资料，我去通知他们依次进来。小茹说。我翻开简历，前2份分别是有2年酒店管理经验的男子和谦逊的女孩白佩佩，第3份竟然是高旭，第4份是刘倩。他们说的新一酒店就是迪凯国际酒店，可以让他们进来面试了吗？小茹回来问。让他们4个同时进来吧。我说。小茹有些吃惊，但还是照做了。她向4人介绍，这位是人事部的莫总监，今天谁能留下，全看莫总监的意思。默默。高旭惊讶地叫出声：我没看错吧？我微笑点头。各位坐，你们的简历我都看过了，能走到这里说明你们很优秀。公司目前只有2个名额。刘倩骄傲地说。看来肯定是我和高旭了。高旭赶紧拉了拉他：别乱说。然后向旁边的男子道歉。我喝了口水。最后一道面试题很简单，如果月薪5000，有3个房子可选，城中村单间月租500，小区合租月租1000，小区整租月租2500，你们会怎么选？刘倩第一个开口：我要住月租2500的小区房，环境好，有独立空间。高旭你呢？高旭挠挠头：我选小区合租，月租1000。白佩佩轻声说：我也选合租，环境重要，还能扩大交际圈，应该能和合租的人聊得来。最后那个男子坚定地说：我选城中村，月薪5000不多，钱花在交际上比住宿值。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了。我对小茹说：那最后留下哪2位呢？明天上午公布，各位回去等电话。小茹送他们出去。刘倩突然冲到我面前：默默，你不是送外卖的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和高旭是不是可以准备上班了？高旭拉着他：倩倩走了。默默晚上有时间吗？昨天没好好酗酒，你几点下班？我来找你喝酒。
好，我下班联系你。回到陆雨欣的办公室，他正看着电脑，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。你都看到了？我皱眉问。陆雨欣转过屏幕，我看的是现场直播，正在看第2遍。面试办公室一直有摄像头，方便人事部反复回看做决定。他解释道：“你觉得该留下哪2个？白佩佩和高旭？理由呢？不怕高旭和你闹掰？”我掏出烟，又收起打火机。陆雨欣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”点燃烟，我说：“刘倩自视甚高，没教养，不适合培养。白佩佩谦逊有亲和力，高旭价值观正，抛开关系也该留他们。我不会拿你的信任做不利于公司的事，最后决定权还是在你。”陆雨欣靠在椅背上。我早上看到简历很吃惊，让你来面试，是想让你在朋友面前找回自尊，也想看看人性。身份一变，有些人态度就截然不同。这社会很现实，你让我找回自信，却也让我陷入僵局。他们都以为我能决定去留，你要是为难，就把他俩都留下，我无所谓。我转身要走，你自己玩吧，我不陪你了。等等，陆雨欣叫住我。如果高旭因为刘倩的事和你闹掰，这样的朋友也没必要交。你不该提醒他刘倩的人品吗？既然答应帮我，就做到底。明天由你来公布结果，不来我就录用他俩。下午4点半，高旭打电话问我下班时间，我约他到滇池春天小区外的小饭店。今晚我做东。5点半，高旭和刘倩来了，他们聊的话题全围绕迪凯酒店，很多问题我答不上来，只能尴尬转移话题。刘倩率先打破僵局：“高旭啊，默默好像不太愿意你去迪凯工作，你们能不能来？根本不是我能决定的。”我解释道：“乱说。”刘倩强调：“今天就是你面试的，小茹都说你能决定我们的去留。”高旭诚恳地说：“默默，这份工作对我和倩倩很重要，迪凯在做人员变更，我们想抓住机会闯一闯，体现自己的价值。如果可以，一定要把我和倩倩留下，拜托了。”席间我没给明确答复，只让他们等电话。回到家，我拨通陆雨欣的电话：“这个玩笑该结束了，高旭和白佩佩最合适，麻烦你解除误会。我答应你的事都做到了，你答应帮我就要做到底。”陆雨欣态度强势：“我这是报复你对我的恶作剧。明天你来办公室打录用电话，这事就算完。”挂了电话，林一飞从卧室出来，我问他是不是很忙，他说公司在做项目，要出方案。我回到卧室，躺在床上纠结不已，怎么做都觉得不对。次日暴雨，我在陆雨欣的办公室盯着座机，他坐在对面喝咖啡。打电话吧。陆雨欣说：“现在就算你解释，他们也不会信了。你一开始就是想让我进退两难，对不对？”我愤怒地问。陆雨欣眼里闪过一丝失望：“随便你怎么想。”我拨通内线给小茹，通知高旭被录用了，周一来报道。好的，那第2位是谁呢？我握着电话的手在颤抖。陆雨欣的目光一直没离开我。莫总监您说。我听着呢。小茹催促道。白佩佩说出这3个字，我如释重负，后背全是汗。好的，我这就通知他们。挂了电话，陆雨欣走过来：“默默，谢谢你，这是对你的考验。”考验？你不过是想报复我。干笑，我真希望没撒那个火。其实我没吃你的饭，这不重要。陆雨欣道歉，不该给你出这么难的题。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高旭。默默，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？我晚点打给你。我挂了电话，心情越发沉重。陆雨欣解释，公司在做人员调整，我想组建自己的团队，让你来面试。起初是想让你找回面子，后来看到你坚持原则，就想让你完成招聘。你没让我失望，坚持了正确的选择。我只是不想对不起自己的良心，和你无关。我掏出烟叼在嘴里，没关系，你抽吧。陆雨欣说，公司岗位在，大换血，你想进哪个部门？薪水不会低于你送外卖的收入。我送外卖1个月也有6、7千，我给你8千，那我当个保安吧，能包吃住吗？有全勤奖吗？陆雨欣瞪了我半天。周一来上班，小茹会安排，公司包吃包住，是集体宿舍，保安部的排班我不清楚，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他补充道。吃过午饭，小茹给我送来一套保安服。我逛了书店，买了几本一直想买的书，还有一本酒店保安系统的专业书。回到家换上保安服，对着镜子觉得格外精神。高旭的电话又打来了。默默没事，谢谢你让我进迪凯。实话告诉你，那天陪我去生日会的雨欣，就是迪凯的总经理陆德忠的私生女。高旭很震惊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他会不会给我穿小鞋？不会，他不是这种人。周一见面详细聊。对了，你最近没看高中同学 QQ 群吧？景瑶回国了，现在就在昆明。景瑶这个名字让我心痛不已，她是我高中同桌校花，当年她主动亲近我，送我情侣用品，变着法给我送吃的。高3时我骗她说要考北大，考不上就不读大学。其实我早就打算放弃学业，挣钱给父亲治病。高考成绩出来，我的语文只有50分。景瑶猜到了真相，失望之下没去北大，而是去了法国留学。我下载了 QQ， 点开景瑶的对话框，却没勇气输入1个字。看着她空间里的照片，她变了，更有气质，也没了当年的青涩。我终究没发信息，把手机丢在一边。周一早上8点，我穿着保安服去迪凯酒店报道。一辆奥迪7停在我身边，女车主问：“您好，麻烦问一下地下停车场。”她的话没说完就停住了，我也惊呆了。是景瑶。值班保安跑过来骂我：“人家问你话呢，听不到吗？”然后对景瑶说：“小姐您好，停车场在前面左转。”我不敢面对她，转身头也不回地跑进酒店，找到小茹。她开玩笑说我穿保安服挺帅，然后带我去了2楼的安防部。走廊尽头有2间办公室，左边是部长办公室，右边是副部长办公室。小茹敲了敲副部长办公室的门，直接推开，里面的中年男子叼着烟玩手机，头也不抬。我有说让你进来吗？出去。重新敲门，曹部长，没打扰到您玩游戏吧？小茹双手抱胸。曹部长抬头看到小茹，赶紧收起手机站起来。刘助理您怎么来了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新来的安防部部长，以后由他管理安防部，你要好好配合。
曹部长愣了1秒，立刻讪笑：“莫部长您好，以后请多多指正。”我很意外，小茹带我进了部长办公室，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办公室了，安防部就交给你了，有困难可以联系我。我让曹部长把资料给你，我不需要站岗吗？你是统领整个安防部的，安排好工作，保证酒店安全就行。小茹笑道。小茹走后，我坐在椅子上发呆。景瑶的 QQ 留言弹了出来，你是默默，消息是半小时前发的。我握着手机却不敢回复。10点1刻，高旭打电话说已经办理完入职，被分配到了企划部。我为他高兴，我告诉他遇见了景瑶，他很激动，我却说自己逃跑了，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穿着保安服的样子。小茹给我发微信，安防部部长上周辞职，让你当部长是陆总的意思，他对你寄予厚望。我回复我努力。没过多久，有人敲门，一个保安嚣张地说，部长，外面客人闹事，曹部长让我来问你解决方案。客人闹事不该找大堂经理吗？我问他，开车把停车场大门堵了，客服部让我们解决，曹部长已经在那等着了。保安说完转身就走，毫无尊敬之意。我到停车场入口，一辆宝马525停在出口，曹部长带着几个保安抽烟，大堂经理正在和车主沟通。我的车在地下停车场被划了，你们今天不给解决方案，我就堵在这儿。车主扯着嗓子喊，录像在哪呢？偏偏我停车的地方摄像头坏了，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我转头问曹部长，为什么偏偏这个摄像头坏了？曹部长幸灾乐祸，说来真是巧。大堂经理抱怨，你们安防部怎么这么差劲，给客户造成的损失谁来补偿？曹部长指着我，这是我们新上任的部长，让他来解决。车主怒吼，你负责是吧？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怎么赔偿我？我正头疼，一个美女从人群中走出，不好意思，这条划痕是我划的，你画的。车主瞪大了眼睛，我看错了，误把你的车当成我前夫的，他有外遇抛弃了我。做期多少钱我赔给你？不用了。车主笑眯眯地掏出手机，加个微信吧，误会就算了。你前夫真不是东西。美女加了他微信，不关这些保安的事。没事没事。车主色眯眯地说，美女我能请你吃饭吆，请问怎么称呼？景瑶。景瑶帮我解了围。我们坐在咖啡店里，店里放着孙燕姿的《我怀念的》，他让服务生重新播放这首歌。我问他，你怀念的是什么？关于曾经的一切。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？你都看到了。几天前还在送外卖，能来迪凯也是意外，不过是个保安，上任第1天就被为难。我想听你亲口说。还有，当年高考你语文为什么只考50分？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还有那么重要吗？景瑶自嘲地笑了。我这次回国是办移民的，没想到能遇见你。默默，你是懦夫，不敢面对感情。我在法国那2年，每天更新动态，就是想让你看到，希望你联系我。可我等了那么久，从期盼到平淡，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。我忍着悲伤，你要移民了，祝福你。这次偶遇就当给过去画个句号吧，我们都不年轻了，该面对现实了。景瑶眼里含着泪，这就是你想说的。我点点头，起身离开，有空常联系。回到酒店，几个保安对我视而不见。会议室里10几个保安在闲聊抽烟，把脚伸到桌上。我怒火中烧，踹了踹曹部长的办公室门，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。曹部长不在办公室，我对一个胖保安吼道，通知曹有为5分钟内来我办公室。第6分钟，曹部长推门进来，笑着说，不好意思，路上有点堵车，迟到1分钟。门外传来保安的哄笑，我拍案而起，你故意和我作对是不是？今天的监控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把我推出来解决？曹部长冷笑，在其位谋其职，你要是能力不行就辞职。真不知道你是走什么关系进来的，配合你做事是一种羞辱。他拂袖而去，门外的哄笑声更大了。我无助地坐着，一个穿西装的男子带着一位女士走进来，曹部长跟在后面。赵总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是谁？西装男子问。女士推了推眼镜，陆总安排他来安防部当部长，不是我们人事部面试的，撤了，安排曹有为当部长。西装男子说，不合适吧？小茹和陆雨欣走进来，小茹笑着说，总经理亲自安排的人，你说撤就撤。雨欣，西装男子有些意外，这个人是你安排的？是的，陆雨欣平静地说，酒店安防被投诉太多，我亲自安排人来负责。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没问题。男子尬笑，不过更换部门负责人该通过董事会决定吧？安排人实习也要董事会同意吗？陆雨欣不卑不亢，我觉得曹副部长可有可无，要不要撤？哥你觉得呢？曹部长顿时慌了。男子连忙说，先别撤了，让老曹扶持他一下。好吧，陆雨欣说，哥，下午的会别迟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西装男子是陆雨欣同父异母的哥哥陆明权，父亲去世后把公司交给了陆雨欣，很多股东不满，陆明权的人气反而越来越高，陆雨欣的地位岌岌可危。晚上回到家，我躺在沙发上睡着了，醒来时身上盖着毛毯，厨房飘来香味，林一飞围着围裙出来，我看到你睡着了，就给你盖了毛毯。没吃晚饭吧？一起吃点。茶几充当了餐桌，我问林一飞怎么有空做饭，他说不用加班，回来的早，看你满眼疲惫，又找到新工作了。他问，勾心斗角。我用4个字形容了1天的工作。林一飞苦笑，职场就是这样，在夹缝中生存。白领看似风光，其实很苦。没毕业时一腔热情，真上班了，热情都耗在明争暗斗里了。咱们认识以来，你第一次和我说这么多话。我惊奇地说，是很厌恶职场，但又没办法逃离，这就是潜规则。林一飞轻叹，我笑着调侃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晚上9点，莫少杰打电话让我去酒吧，我心情不好就答应了，还邀请了林一飞。到了酒吧，莫少杰在门口接我们。
他调侃我是不是有女朋友了。我介绍说这是林一菲，莫少杰是我二叔，爷爷收养的弃儿，叫杰哥就行。莫少杰说，林一菲在我耳边小声问我叫他杰哥，你是不是得叫我阿姨？我郁闷不已，原来他也会开玩笑。莫少杰带着我们走进卡座，里面还有3男1女，都是健身会所的教练。莫少杰现在在那里教散打，那个女生是瑜伽教练尹一华。林一菲和他聊得很投机，还加了微信。我们聊得正开心，陆宇豪突然出现，拿起一瓶啤酒一饮而尽。杰哥，300个俯卧撑我做完了。他看到我，又拿起一瓶啤酒，哥们，我给你道个歉，不打不相识，这瓶我干了，你随意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我也喝了一杯。莫少杰笑着说，他是我的会员，跟我学散打呢。我随口问陆宇豪，你在迪凯酒店哪个部门工作？陆宇豪脑袋晃得像个拨浪鼓一样说道，我不喜欢在迪凯工作，我姐不让我去迪凯工作。为什么？我有点不理解，迪凯不是你家的吗？你姐不是迪凯的总经理兼董事长吗？陆宇豪轻叹说道，默默不怕你看不起我，我从小到大一事无成，我高中都没读完就辍学了，认识了一群身上纹龙画虎的哥们，开始跟着混社会。那时候我不懂事，我妈管我，我都骂她。后来我妈去世了，临走前才告诉我们姐弟父亲是谁。陆德忠这几年对我和我姐挺好的，给了我们不少钱。今年年初，陆德忠发生意外也死了。临死前他说这些年对不起我和我姐，他是迪凯最大的股东。临死前把迪凯的股份分成了3份，一份给了我姐，一份给了我，另外一份给了我同父异母的哥哥陆明全，但是却让我姐当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。我姐进入迪凯之后，希望我能去帮她，但是我工作了1周就发现那里面的人都很不友善，我平时懒散惯了，这也能成为别人拿来攻击我姐的理由。后来我干脆1不做2不休，老子不干了，反正我的存在也是给我姐添乱，我就这么离开了迪凯。陆宇豪越说越激动，拎起一瓶啤酒看着我问道，默默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用？我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，安慰陆宇豪说道，别这么想，你受不了迪凯的工作环境，说明你性格单纯，不喜欢尔虞我诈的勾心斗角。交朋友，我更愿意交你这样的。陆宇豪和我碰了一下，说道，我也知道我没啥优点，但是说到重情义这世上，我敢拍着胸脯说我陆宇豪没做过一件对不起朋友的事。咱不打不相识，以后你看得起我，有事你就开口。我陆宇豪要是畏首畏尾的不帮忙，我就是你孙子。干杯！一杯酒下肚，我对陆宇豪说道，我被你姐姐骗去迪凯工作了，在安防部当保安。陆宇豪吐槽说道，我姐也太不够意思了，怎么能让你当个保安呢？这多无聊啊！今晚我就和我姐说一声，给你换个部门，我自己选的，你自己选的。陆宇豪有点不理解了，酒店那么大，你干嘛只选个保安当呢？我点燃一根烟，无奈的说道，干别的也不会啊，先从最底层做起呗。你姐对我很好了，直接给我安排个安防部部长的职位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努力的做好吧。呵呵，陆宇豪干笑了2声，说说吧，上班第1天肯定有人给你穿小鞋，别隐瞒，说实话有没有人欺负你？如果没有，我就算我猜错了。我再干3瓶啤酒，周围人都看向我，莫少杰的朋友们也投来目光。我嘴角扬起一丝苦笑，点燃一根烟说道，被副部长下了套，穿了小鞋，怎么回事？一向沉默话不多的莫少杰问道，怎么欺负你了？我把今天的事说了一遍，最后还补充一句对莫少杰说道，你别动不动就要打人，这事不是打人能解决的，而且我也想好好的工作，当成是给自己的一个挑战，如果这点事都处理不好，我也会看不起我自己的。坐在莫少杰身边的尹一华对我说道，默默，你的想法挺好的，华姐支持你，想要在一个环境生存，就先要适应这个环境的潜规则。大声说，曹有为通知所有人10分钟之后来这里开会，包括正在外面站岗巡逻的人，全部撤回来，马上开会，10分钟之内不到的扣300奖金，全部撤回。曹有为歪着头看着我问道，全撤回来你去执勤吗？没有执勤的算谁工作失职？命令是我下的，当然算我的失职。话一出口，我察觉态度太软，立刻补充，记住了，以后我让你做什么不要问为什么，你只负责执行，如果你执行都做不好，可以提交辞呈滚蛋。说完我径直走进办公室，会议室里的保安都惊呆了，10分钟后只来了30几个人，明显不全。我扫视全场，问曹有为为什么还有没来的。曹有为用一种爱答不理的表情说道，估计是走得慢吧。我心里清楚，没来的都是他的亲戚，我没理会，拿起花名册点名，除了正常休息的，迟到的都做了标记，下面的人态度懒散，应答声参差不齐。点名结束后，我说道，今天迟到的每人扣300块钱，再有下次扣500。话音刚落，几个保安冲了进来，其中一个胖胖的喊道，
来了来了，我们来了。今天你不能扣我们的钱吧？我们就迟到了1分钟。我嘴角扬起一丝淡淡的微笑，问道：你也想说路上堵车吗？但是我不管这些，你随便给自己找理由。我这里只看时间，别把我的话当儿戏。迟到就扣，没有那么多借口。接下来开会。昨天发生宝马车被划的事，结果那个监控摄像头是坏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这要钱？是谁负责监控的？一个20多岁的保安开口说道：昨天我负责监控室的，但是摄像头坏了也不能怪我，这是工程部应该负责的。你觉得自己可以没责任吗？你值班负责监控室的监控，监控画面是黑的，你看不到吗？你接班的时候那个摄像头就坏了，如果是坏的，为什么不上报？如果你接班的时候画面是正常的，那么它是在几分几秒坏掉的，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工程部维修？还是你通知了工程部的人，没有在第一时间去维修？我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，然后看着他说道：把上面的问题给我回答清楚，这次事故的责任就不在你，回答不清楚，你这个月的奖金全部扣除。那个保安一脸愤恨地看着我，眼神却往曹有为身上飘，狡辩说道：我接班的时候没注意看监控摄像头是不是坏了，可能是接触不良，监控丢失的时间是从周日午夜就丢失了，我是昨天早上才开始上班，你别扯犊子。一个身材特别壮的保安当时就不干了，站起来指着他说道：周日我值夜班，早上我交班给你的时候设备都是正常的，当时我还让你看了所有的画面，你别把责任往我身上推。那保安顿时怂了，还是盯着曹有为。曹有为打圆场，设备失灵，这是硬件故障，谁都有疏忽的时候，这是我看就这么过去吧。下次过去。我反问道：工作这么儿戏，是你惯出来的吗？我今天把话放在这，他这个月的奖金全部扣除。说完之后，我看着下面的保安问道：你接受这么处罚吗？他停顿了一下，看向曹有为，得到暗示后大声说：我不接受。好，我很平静地说道：现在去财务结算薪水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胡闹！曹有为当时就怒了，你凭什么说辞退别人？你有什么理由？你有什么权利？你当你是谁？我转过头看着曹有为，冷冷地说道：包括你，做不好这个副部长，你也给我滚蛋！对我有意见去公司反映。我接着宣布，安防部3组实行3班倒，现在每组选一个组长，大家写自荐信和简历交给我，组长会有独立宿舍，提高薪资奖金，希望大家踊跃报名。最后我特意对曹有为说：你去投诉我吧，看看我会不会被撤职。回到办公室，我松了口气，后背早已被汗水浸湿。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役，我必须赢。大约1小时后，人事部的人来找我，大陆总不同意开除这个保安，我们没办法办理，过来和你说一下。大陆总，我皱着眉头问道：谁是大陆总？人事部的同事解释说道：大陆总是陆明全，小陆总是我们总经理陆雨欣，现在是大陆总不同意开除这个保安，刚刚通知我们人事部总监这件事，总监又派我来告诉你开除。刘小茹这时走进来，对人事部的人说道：陆总让我来告诉你，这件事听安防部领导的安排。这人事部的人为难了，我回去和我们总监说一下。人事部的人离开后，刘小茹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。默默，你也看出来了，这不仅仅是开除一个保安那么简单，更是背后势力的一种试探较量。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说道：我懂。刘小茹继续说道：上任第2天就排除异己的同时，又要建立自己的团队，动作太快势必会引起别人的反感，不过我个人持支持你做事态度。他的电话突然响了，接完后对我说：这件事闹大了，董事会要借题发挥为难雨欣，雨欣让你准备一下，下午2点开董事会，你得出席，能不能力挽狂澜就看你的表现了。董事会，我要参加董事会。有点紧张，没事的，刘小茹对我说道。董事会有很多股东参与，其中一大部分人都是公司的投资股东，他们希望公司越来越好，拿到分红越来越多，只要你能博取更多人的支持，雨欣就没事，怕的就是你不能说服大多数人站在你这边，那就尴尬了。陆明全一定会趁机弹劾雨欣，让大家重新推选总经理，甚至重新选举董事长，雨欣不能失去对狄凯的控制权，这对于他来说很不利。我懂了，我对刘小茹说道。现在还有时间，让我准备一下，我随时等着雨欣的通知，下午真的要让我去参加这个董事会，我尽量做到完美。刘小茹走后，我离开公司去国防路买作战服，老板推荐便宜劣质的，说返点多，我没听，选了一套1000多的轻薄透气款，穿着这身衣服坐公交，还有人以为我是执勤的军人。回到公司刚好1点，陆雨欣发信息提醒我2点到29楼开会，千万别迟到。我正准备回复，景瑶的电话打了过来，却是个陌生男子的声音：你是他朋友吧？我是昆明市交警10大队的交警，刚刚他开车在广福路撞护栏上了，现在昏迷状态，送到了星耀医院，麻烦你过来看一下。等等等等，我问道：你们确定不是骗子？扯淡，我们骗你什么了？又没让你打钱，又没让你干嘛的，就通知你赶紧来医院，他人就在医院抢救呢。那我试探着问道：你们能不能联系别人？我一会儿要开会，2点可能赶不回来，开会你就别开了，人命关天。我们在车上发现了2部手机，另外1部手机解不开锁，能解开锁的这个手机只有你一个联系人，你方便的话就快点过来吧。我心里一紧，那是景瑶高中时就用的手机号，我一直保存着，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挂断电话，我拦车直奔星耀医院，同时给高旭打电话，让他方便的话来照看景瑶。我2点必须赶回公司开会。到医院时，景瑶还在抢救室，交警把他的手机交给我，是一部7年前的诺基亚，没有密码。打开信息，里面竟然存着高中时我们发的200条短信，回忆瞬间涌上心头，我眼眶一热。1点35分，陆雨欣又发来提醒信息。1点37分，手术室门开了，医生推着景瑶出来，他情况不太好，需要住院观察，先办理住院手续吧。医生，能不能麻烦您帮忙办理一下？我2点要开个重要会议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求求您行不行？医生诧异地看着我，开会重要还是你朋友的安危重要？
不办理住院手续，我们没办法安排床位。躺在病床上的景瑶睁开了眼，泪水滑落，哽咽着说：“大夫不要麻烦他，我自己可以的，让他走。”这时高旭的女朋友刘倩来了，我像抓住救命稻草，麻烦你帮忙办理住院手续，照顾一下景瑶，我开完会就回来，谢谢。刘倩不情愿地答应了。我来到床边，瑶瑶对不起，公司有个会，我必须马上赶回去。景瑶无比失望地问道：“难道我都这样了，还赶不上你公司的一个会重要？再多解释也没用。”我起身往外跑，刚出医院门口就被一辆疾驰的摩托车撞倒，右手在地上摩擦的血肉模糊，我却没感觉到痛。摩托车司机吓坏了：“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包扎？”“不用了。”我说道。“能送我去迪凯国际酒店吗？我赶去开会。”“行，你别讹我钱就行。”到迪凯已经2点05分，手机上有4个陆雨欣和2个刘小茹的未接来电。我戴上中午买的霹雳手套，忍着痛按响会议室门铃，手套上沾了血迹。门开了，刘小茹幽怨地看了我一眼，对众人说：“莫部长来了。”迟到。一个股东不满地问陆雨欣：“陆总，这人靠谱吗？”一个年长的老人开口说道：“靠不靠谱不是陆总能说的算，开会迟到总得有个理由。既然今天民权召开董事会会议就是和这个小伙子有关，那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聊一聊。我倒是想看一看，这个才来1天就能让各大股东凑在一起开会的年轻人到底做了什么。”陆明权叹息说道：“其实也没做什么，就是上任第2天就要把公司的老职员开除。我觉得雨欣在用人上还是有些欠缺，而他最近又在公司大搞裁员，我担心咱们迪凯的未来，所以希望召开董事会，重新探讨一下公司的发展，以及总经理究竟要让谁来担任。”另一个股东开口说道：“自从老董事长过世，客人对酒店安防的投诉越来越多，整个管理也颇为混乱。作为股东，我倒是希望迪凯快点恢复正常的秩序。我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，谁有能力我挺谁管理迪凯。”说得好。又一个股东响应：“迪凯不是你们陆家自己的，我们遵从老董事长的临终遗言，但也不能变成你们陆家兄妹的一言堂。今天我表明态度，支持能者，无论是陆雨欣、陆明权还是其他人有能力担任总经理的，我都支持，前提是要让我们心服口服。谢谢大家。”陆雨欣开口说道：“我更换了安防部的负责人，原因是最近安防部的投诉的确很多。新上任的负责人叫默默，姓默，墨子的默。”他顿了顿：“莫部长，希望你能和大家聊一聊，关于安防部你有什么看法？”我走到陆雨欣身边的空位坐下，环视一周，我先给大家道个歉，今天确实来晚了。中午我自己花钱买了这身装备，我认为保安形象代表酒店形象，现在的保安懒懒散散，与迪凯的定位不符。接下来我会让所有保安换上新装备，参与日常训练，我会以身作则，带领大家锻炼，树立良好形象。关于开除老职员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简单说了昨天监控的事，一个连监控都看不好的人留着没用，公司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要让安防部的每一个人都是精英，混吃等死的绝对不行。我有信心带好安防部，希望各位能给我支持。说完，有位老者率先鼓掌，陆宇豪也跟着拍手，其他人纷纷响应。陆雨欣突然看到我的手，站起来问：“默默，你的手怎么了？”我的右手手掌全是血，正顺着指尖滴落。我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刚刚急着赶回来，不小心被摩托车撞到，手掌在地上划伤了，快去包扎。”陆雨欣对刘小茹说道：“小茹，你快点带默默去包扎手掌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伤成这个样子还开什么会？快去快去！”刘小茹抽了些纸巾按在我的手心，看着我的手问道：“疼吗？”“没事。”我对众人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先失陪一下。”陆雨欣命令道：“快去包扎！”离开会议室后，刘小茹责备我：“今天这么重要的会议，你怎么能迟到？”陆明权借题发挥，很多股东都对雨欣不满，今天要是出事，全怪你。我沉默不语，知道是自己的错。酒店医生给我清洗消毒包扎好伤口后，我对刘小茹说：“我要去趟医院看个出车祸的朋友，你的手都包扎好了，还去医院？他需要人照顾。”刘小茹深深吸了口气：“去吧，我帮你搪塞。”下午3点半，我再次回到星耀医院，找到景瑶的病房，推开门却愣住了。刘倩已经不在，程家正给景瑶喂苹果，床边放着一束红玫瑰。程家看到我很意外：“我没看错吧？默默，真的是你啊！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过得还好吗？”“还好吧，你呢？”“留在昆明发展了，没办法。”程家自嘲道：“高考只考了244分，上不了大学，跟我爸在昆明做生意。不说这些了，你是来看景瑶的吧？”“我很好。”景瑶坐在床上对我说道：“看你还穿着工作服，应该是上班时间偷跑出来的吧？这里不需要你，快点回去上班吧。”我深深吸了口气：“你没事就好，让程家陪你吧，我回去上班了。”程家说：“我送你。”走出病房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景瑶正盯着我的右手，见我看来，又扭过头看向窗外。程家边走边说：“高中毕业就没见过了，要是知道你在昆明，早就该拒绝了。现在知道也不晚，有空常聚。”程家把我送到医院门口：“你不用担心景瑶，有我在，我能照顾好她。以前没机会，现在终于等到了。拜托你了，有空联系。”我们都没索要对方的联系方式，其实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高中时我是想靠学习改变命运的穷学生，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纨绔子弟。如今我没能靠读书成功，他身上的痞气也少了许多。回到公司办公室，地上散落着6、7份自荐信，都是想当小组长的保安，其中何大壮的字奇丑无比，毛遂自荐。岁还用了拼音，但我记得他是早上站起来反驳监控失职的壮汉。资料显示他是2炮退伍兵，郑飞扬的简历工整，高职毕业，懂电脑。陈明浩则自荐说自己是电脑高手，能优化酒店监控系统。正看着，陆雨欣来了，脸色疲惫，我起身道歉：“对不起，
今天迟到给你造成困扰了吧？陆雨欣轻叹一声，你的手不要紧吧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皮外伤，养2天就好。今天的董事会，陆雨欣挤出一丝苦笑。董事会那边没什么，大家认可了你的想法，给你1个月实习期，能不能留下来就看你自己了。谢谢。我轻声说，如果以后有机会给你送外卖，我保证不偷吃了。陆雨欣白了我一眼，闲聊几句就走了。我整理好自荐信，锁门离开。路上接到高旭的电话，他先道歉，默默不好意思，今天我们部门开会，我走不开才让刘倩过去的。景瑶伤得重不重？怎么会出车祸？他没什么大事，单方面撞护栏了。我下午去医院看到程家了。程家，高旭很意外，他怎么会在呢？你们见面还好吗？还算愉快，聊了几句我就走了。你怎么能走呢？留下来的应该是你啊！过去这么多年了，物是人非，我已经看淡了。对了，迪凯管理很乱，陆雨欣需要培植心腹，你好好发挥，会有机会的。明白。高旭信誓旦旦。企划部正在对接康汇旅行社的精品团合作，我会把方案做好的。挂了电话，我又想起了景瑶和奈布诺基亚，他似乎还没放下过去，而我呢，或许也没有。回到家，林一飞正在打扫客厅，看到我回来，笑着问：“今天工作顺利吗？”还好，最艰难的一步迈出去了。你的策划案通过了吗？林一飞苦闷地摇头，领导要求太高，方案一直被否，感觉前途渺茫，但也只能埋头苦干。你在哪工作？做哪一行的？林一飞涨红了脸，你真的要知道吗？说出来可能会吓到你，吓到我，我一个23岁的壮小伙，还能被你的工作吓到？林一飞腼腆地笑了笑，还是不告诉你了。你吃晚饭了吗？晚上我请你去吃饭吧。他明显转移了话题，我也没追问，不用出去吃，我来做吧。厨房只有米、土豆和肉。我解开右手纱布，伤口已经粘合，忍着轻微疼痛做了土豆丝炒肉和煎蛋。林一飞对我的厨艺赞不绝口。吃饭时，主卧的情侣回来了，是2个大学生，没打招呼就进了房间。闲聊时，隔壁传来尴尬的声音，我们只好早早回房。刚回房，莫少杰打电话来问情况，我如实说了，他建议我马上架空曹有为，把3个组长培养成自己人，给他们足够的权利，让他们有归属感。你初来乍到，很多事需要他们帮忙。莫少杰的话点醒了我，当晚我就制定了管理计划。第2天，我选定何大壮、郑飞扬、陈明浩做小组长。9点1刻，我把他们叫到办公室，自荐信收到很多，最后选了你们3个。安防部是3班倒。关于未来的发展，我说完计划，补充道：我现在是实习期，就看这1个月的表现，你们做得好，我能留下，你们也能一直享受小组长待遇。我要是走了，你们就回归原位，明白？何大壮嗓门粗犷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郑飞扬低调的承诺，我会尽职尽责，完善监控系统，有需要我会尽力帮忙。陈明浩没多表态。下午召开安防部全体会议，我当着曹有为的面公布了新组长，宣布组员要无条件服从组长管理，组长犯错加倍处罚。曹有为当场质问：莫部长，我就想问一句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你不和我商量一下？下面的保安都看向我，我淡淡一笑，我不和你商量，是因为你是副部长，有什么事你更应该和我商量。各位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难，可直接向组长反映，再由组长汇报给我，我来解决。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，散会。曹有为气得脸色发青，我假装没看见，回到办公室，透过百叶窗，我看到保安们散去后，陈明浩来到门口。我是陈明浩，他进门递来一根烟，平静地说：你今天不应该这么做，有点欠妥。现在迪凯是陆家2兄妹争权，你就是个棋子。炮灰，你仗着有陆雨欣支持，公然和曹有为作对，没什么好处。我有些不悦，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对？你没调查过曹有为在保安中的口碑，就贸然作对，很不明智。而且你急于搞垮他，会让人觉得你狂妄。陈明浩抽了口烟，其实你可以换种方式，比如告诉大家有问题可以找我或者曹有为，这样显得你大度。等曹有为解决不了问题而你能解决时，大家自然会站到你这边。我恍然大悟，陈明浩说的太有道理了。我做事确实太冲动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很多事我考虑的不周到，谢谢你的提醒。工作上我是部门负责人，私下我们就是朋友，我听得起建议。陈明浩笑了笑，走出了办公室。中午，高旭穿着西装来找我，快点收拾，陪我去医院看景瑶，就2个小时休息时间，我不去了，要去你自己去。你还生气呢？景瑶那是气话，你成熟点行不行？高旭瞪着我，你以什么身份去？陪我的身份，我找不到病房，求你跟我一起去。我被他说动了。路上，高旭一直念叨高中时我和景瑶多让人羡慕，怎么就分开了？到医院门口，刘倩拿着鲜花和水果等着，把一束玫瑰花丢给我，拿着。高旭让我帮你准备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帮你追回昔日真爱啊！进去该说什么还用教你？高旭高声说：默默你从小就怂，当年还是景瑶先表白的，难道要怂一辈子？我接过花，直奔病房，透过窗户看到里面放着一束更大的玫瑰花，程家也在。高旭推开门，程家和景瑶看了过来。景瑶对高旭和刘倩笑了笑：你们来了？对啊。刘倩微笑说道：你还好吧？挺好的。景瑶对高旭说道：你们随便坐呀。程家主动和高旭攀谈：好久不见，快毕业了吧？高旭随口应道：快了，已经出来找工作实习了。你呢？最近发展还不错吧？2人聊了起来，我抱着花站在一边，尴尬不已，正准备离开，高旭开玩笑说：你和默默真是天生一对，就连出车祸都能在同一天，一个个把自己搞得鲜血淋漓的，吓不吓人？默默怎么了？程家看到了我的手，问道：手受伤了？高旭夸大其词，幸亏默默反应快，手先着地，不然就成植物人了。他受伤了都不包扎，带着血手去开会，真是拼。我感激地看了高旭一眼，他算是帮我解释了。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，没什么，一点皮外伤而已。瑶瑶这束鲜花送给你，祝你早日康复。我还要回去上班。没事，你去吧。程家抢着说：我在这就行了，等瑶瑶出院咱们一起聚一聚。景瑶终于肯理我了。
轻声说：“默默，我没事，明天就能出院了。出院之后我去找你吧，想和你好好聊聊，你看可以吗？”这种客气让我心里一阵陌生的悲痛。我点点头，我等你消息，我先走了。离开医院，我把心思放回工作上。回到公司，我找刘小茹申请10万块钱定做服装，用于采购100套作战服及配套装备。刘小茹说需要走流程，2、3天才能批下来，但陆雨欣很快确认，第2天就能拨款，走公对公账户。周3一大早，我去国防路和老板谈好采购事宜，老板热情地塞给我1盒中华。哥们放心，以后多照顾生意，我不会忘了你的。我有些纳闷，上次他还为80块钱磨叽半天，回到公司提交发票，财务1个小时就走完了流程。中午，老板打电话说收到款了，下午备货，晚上就能送货。4点左右，100套服装和鞋子送到了酒店，老板亲自带队，让我好感大增。清点完货物，我客气地请老板到办公室坐一坐，他跟着我进来，还锁上了门，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。莫总，这个您收下。这是什么？10的返点。老板讪笑，店小利薄，以后还请多关照，下次开票价格可以高点，我给你更多提点。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沓100元大钞，整整1万块，我心动不已。父亲每周透析需要钱，我以前送外卖起早贪黑也赚不了多少，但转念一想，被陆雨欣知道就完了，信任远比这1万块重要。我决定把钱上缴财务。这时何大壮打电话来说，一组已经在酒店后面空地集合，准备开始第1次训练。我之前承诺过会参与，不能缺席。随手把信封放进抽屉，穿着作战服去了空地。换上新服装的保安们精气神好了很多。何大壮激动地握着我的手，老大，谢谢你，这身衣服让我找回了部队的感觉，我一定会带领一组好好训练，一改往日风貌，加油！我说道。练兵你比我厉害，另外2组也靠你指导。现在我和大家一样，都是你的兵，尽管严格要求，你确定吗？何大壮嗓门洪亮，确定，开始吧。何大壮果然有一套，半个小时的立正站稳训练，让我双腿酸痛不已，比高中军训还累。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办公室，我拉开抽屉想拿烟，却发现那个装着1万块钱的信封不见了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反复检查了2个抽屉，都没有信封的踪影。难道是我记错了，还是根本就没收到过这个信封？抽屉里准备上缴财务的1万块钱不翼而飞，还被人偷拍了。收回扣的视频在公司传开，办公室门窗完好，只有内部人员可能作案。郑飞扬帮我调取监控，发现是曹有为在窗外装了微型摄像头，事后还取走了设备。可没等我自证清白，人事部就通知我被解雇了。心灰意冷时，景瑶打来电话约我去吃酱香饼，我开车载着他，路上聊起这几年的境遇。他在法国成为时装设计师，年薪30万欧元，即将移民。我则为给父亲治病奔波，却落得这般下场。在关渡古镇，我们像4年前那样坐在池塘边，就着豆浆吃酱香饼，喝着啤酒话别。景瑶哭着问我为什么不挽留他，我却拉过恰巧出现的陆雨欣，谎称是自己的女朋友，逼他离开。回到住处，合租的林一飞说他也辞职了，原因是拒绝部门领导的骚扰后被处处刁难，克扣工资。我们一起去吃烧烤，他喝醉后问我有没有理想，我苦笑着回应，普通人谈理想太过奢侈。次日，高旭来电告知景瑶周6要回法国。周5晚上在南亚风情园组织同学聚会，我关了手机想逃避，可终究抵不住思念。周5中午开机看到景瑶的信息，他让我带女朋友一起赴宴，想亲眼看到我幸福。我本想让高旭帮忙转交景瑶高中时送我的情侣链，却被他拒绝，非要我亲自去。挣扎许久，我还是独自赴约。聚会上，程家当着众人的面单膝跪地向景瑶求婚，炫耀自己的宝马车和全款包，让景瑶留下来。瑶瑶，从上高中见到你的第1眼，我就深深的喜欢上了。那时候我没有默默优秀，学习成绩不好，成天在学校打架斗殴，过着那个时候的我自认为很拉风的生活，误以为这样做就会吸引你的目光。那个时候的你选择了默默，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默默优秀。时隔4年，得知你回到昆明的消息，我兴奋的几天几夜都没睡好。今天的我有足够的资本和默默竞争，我有车，自己的买的宝马525，我在昆明也有房子120，凭你全款买的。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要炫富，也不是想挤兑谁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有能力给你物质上的保证，让你过舒舒服服的生活。我说的这些都是当前很实际的问题。我已经是几年前那个不懂事的大男孩，我知道生活需要有物质作为基础，我家里有自己的物流公司，这些都是我们日后生活的保障。留下来好吗？我们在一起。景瑶愣愣地看着程家，包间里一片寂静。刘倩率先拍手起哄，答应他吧，真的是太感人了。答应他，瑶瑶答应他，我们一起见证你和程家的幸福。周围人纷纷附和，我再也坐不住，悄悄离开了包间，关了手机，走在昆明的街头，孤独感涌上心头。一个6、7岁的卖花小女孩妞妞走到我面前，小声说：“我觉得你并不快乐，我担心要卖花给你，你会骂我。”我掏出20块钱，这些钱可以买多少花？妞妞诺诺地说：“可以买20朵。”大哥哥，谢谢你。他仔细挑选了20朵开得最好的玫瑰包好，又额外递来1朵，这1朵是我送给你的，祝开心一些。我心头一暖，把20朵花还给他，这些送给你，你开心我就开心。妞妞眼睛一亮，我可以把花送给外婆吗？她也没收到过鲜花。我跟着她走到天桥下的地摊，见到了她的外婆。老人以为妞妞打扰了我，连忙道歉。我笑着解释妞妞很乖。妞妞把手中的鲜花递给老人，说道：“外婆，鲜花送给你，你开心吗？”老人抱着妞妞，泪水
水浸湿了眼眶。好，外婆开心，有你在，外婆就开心。妞妞拉着老人的手，那今天的花卖不完，你也不要叹气好不好？我会努力把花都卖掉的。和老人闲聊得知，他女儿女婿3年前在昆明打工时失联，他带着妞妞来昆明寻找，靠捡别人丢弃的鲜花摆摊为生，连幼儿园都供不起妞妞上。我告诉妞妞，以后卖花时跟人说1元1朵，只能买1朵，或许能卖得更快。妞妞半信半疑的尝试，果然没多久就卖光了花，兴奋地跑回来问我原因，我没多解释，只让他以后照做就好。临走时，我留下了老人的联系方式，偷拍了他们离去的背影。回到家，发现林一飞拖着行李箱回来了。他去抚仙湖待了2天，却依旧没能释怀职场的遭遇，满心绝望。我把妞妞和外婆的故事告诉他，感慨我们所谓的悲伤，在真正艰难的人面前不过是矫情。林一飞沉默许久，抬头问我，明天你可以带我去看看他们吗？周6早上，我给高旭发信息问起聚会后续，他回电话说，景瑶收下了程家的钻戒，但还是要出国，让程家要是足够爱他就去法国找他。挂了电话，我给景瑶发微信，你已经离开了吗？他只回复了一个字，屏幕仿佛都透着冰冷。起床后，林一飞穿着蓝色长裙在客厅等我，笑着问，怎么样？我穿这条裙子漂亮吗？漂亮，很漂亮。那你快一点啊，咱们准备出门见妞妞。我想起老人说过上午会去斗南花市捡花，便带着林一飞赶了过去。在交易大厅，我们看到老人正带着妞妞在一堆气花中翻找可出售的鲜花。妞妞看到我，惊讶地叫道，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啊，还有个姐姐想找你买花呢。林一飞蹲下来摸摸妞妞的脸，你真乖。老人走过来打招呼，林一飞连忙说，奶奶，我想帮你们，今晚我们陪你去金马坊广场卖花好不好？老人轻叹，怎么好意思麻烦你们，今天周末，金马坊人多，运气好能卖完这些花。林一飞拉着我到一边，下午我们准备一下，晚上就去帮他们。我疑惑地问，准备什么？下午你就知道了。林一飞转头对妞妞说，妞妞，姐姐和哥哥晚上陪你一起去卖花好吗？真的吗？小妞妞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我问道，哥哥你真的会来吗？那天真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。我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，特别肯定地说道，妞妞你放心，哥哥说过的话算数，今晚一定来陪你卖鲜花。昨天教你一招你就把鲜花卖掉了，今天我再教你新的技能，让你多卖一些。好，小妞妞伸出小拇指说道，哥哥拉钩了就不能骗人的，一定。我和小妞妞拉钩约定，今晚一定要帮着她卖花。林一飞拿出500元给老人进货，老人起初犹豫，担心卖不掉赔钱。林一飞提议赔钱共担，赚钱后要还他501元当利息，老人这才收下。离开市场时，林一飞偷偷擦眼泪，他坦言看到妞妞祖孙俩，觉得自己此前抱怨生活不幸太过矫情，名校毕业却找不到称心工作的委屈，在他们的困境面前显得微不足道。他决定从认清自己开始改变。等公交时，我买了份报纸看招聘信息，不想一直混日子，更不愿去程家的物流公司。快到滇池春天时，陆宇豪打来电话，说他和我二叔莫少杰在金悦健身会所，让我过去一趟。赶到会所，休息区里莫少杰闷头抽烟，其他教练见我来都挺客气，瑜伽教练尹一华还拿我开玩笑。莫少杰起身训斥我，被人坑了不告诉他。随后打电话叫来了国防陆军用品店的老板，老板带着盘赶来，满脸愧疚的道歉，说没想到那1万块钱会给我惹麻烦，原来他是被人指使送回口，事后才知道被利用，微信也被对方拉黑了。陆宇豪找来电脑，打开盘里的视频和微信截图，原来这些都是莫少杰的安排，目的是栽赃陷害曹有为，帮我回迪凯上班，但我没兴趣，直言不想回那个尔虞我诈的环境。我的生活理念和莫少杰截然不同，怕什么？你是怂了吗？莫少杰气得要打我，被尹一华和其他私教拦住。尹一华拉我离开，带我去附近餐馆吃饭，安慰我莫少杰是真心为我好，想帮我找回场子。我向尹一华坦言，懂我二叔的心意，但实在无法接受他的方式。迪凯那样的地方，就算赶走曹有为，还会有其他人搞小动作。尹一华开导我，社会本就充满尔虞我诈，逃是逃不开的，还问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我却从未认真想过这个问题。午饭后和尹一华道别，回到滇池春天小区，我趴在阳台发呆，脑海里全是那个关于理想生活的疑问。刚打开电脑想写点什么，林一飞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语气急切的求助。林一飞的电话突然挂断，我回拨过去，才知道他在小区外的打印店打印了很多传单，抱不动。赶到打印店，只见他面前放着2个纸壳箱，里面全是彩页传单，传单上是小妞妞和外婆的照片，还有以妞妞口吻写的寻亲信息。林一飞说，今晚不卖花了，改成免费赠送，只希望路人能拍照转发朋友圈，帮妞妞找父母。我赞叹他心思细腻，和他一起把传单抬回家。回家后，陆宇豪又打来电话，劝我回迪凯，还说他姐陆雨欣其实并未真正相信我收了1万块钱是不争的事实，别人很难相信我只是赞同。他还透露，陆雨欣正在和同父异母的哥哥争夺迪凯，身边需要信得过的人。我让他给我几天时间，冷静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。傍晚，我们赶到金马坊广场，妞妞和外婆早已等候在那里，板车上装满了用报纸简单包装的鲜花。林一飞耐心教妞妞如何向路人送花，并请求转发传单。妞妞懂事的点头答应。就在我们忙着送花发传单时，却突然发现妞妞不见了。林一飞大声呼喊妞妞的名字，我和老人也四处寻找，好在有路人提醒，说花坛后面有个小女孩在哭。我们跑过去，果然看到妞妞蹲在地上，面前是撕碎的传单和被踩烂的玫瑰花，她正伤心的抹眼泪。姐姐，他们为什么要撕烂，还要丢在地上，把花都踩了？
是不是？他们不愿意帮妞妞找妈妈？妞妞哭着说道，还试图把破碎的传单拼凑起来。我向围过来的路人解释了妞妞的情况，大家纷纷表示愿意帮忙，有人主动要传单帮忙分发，有人拿出手机拍照转发，还有人提出要付款买花。可老人用的是按键老人机，没有微信收款功能。林一飞只好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打开二维码收款，承诺会把钱一分不少交给老人。短短10几分钟，林一飞就收到了2000多块钱，最大一笔是1000元，付款人头像却是一只卡通猫。我们没能找到对方，到晚上10点，传单和鲜花都送完了。林一飞微信里有3100多块钱，他取了3200元给老人，还谎称自己的500元已经拿回，婉拒了老人要退还的600元。回到家，我们满怀希望，期待着妞妞能早日找到父母。可第二天一早，我就看到某自媒体本地生活发的推文，标题赫然写着借用老人与孩子骗钱的最新手段。推文里配着林一飞展示收款二维码的照片，通篇指责他收买妞妞和老人骗钱。更过分的是，第二篇凌晨4点发出的推文还人肉搜索了林一飞，造谣他因人品不好被公司辞退，才想出这种骗钱的法子。文中还提到我是被投诉过多关闭账号的外卖员，戏称我们是绝配情侣。我愤怒地给高旭打电话，他却也被朋友圈的转发误导，以为我真的在骗钱。我在公众号留言反驳，却根本不被理会。去找林一飞，发现他眼睛红红的，显然也看到了推文。你看到朋友圈转发的链接了吗？林一飞率先开口，别担心，这些都是误会，我会想办法说清楚的。我安慰道，默默，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不求回报的做点好事都这么难了？林一飞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我想带林一飞去找妞妞和外婆，可在小区门口等公交时却被人认了出来。我去，真特么的是你啊！这么漂亮的姑娘不务正业，这又是要准备骗钱去吗？一个小伙子喊道。我忍不住推了他一把，却引发了众怒。他们围着我们动手，林一飞挡在我身前，还被一个染着红头发的小太妹打了一巴掌。公交车进站，殴打我们的人才散开，我浑身是伤。林一飞哭着说想回家，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住处，关掉手机，仿佛这样就能逃离这一切。回到卧室，我打开电脑 QQ， 空间里还停留在我编辑的关于梦想的日记。可此刻，我只想找出是谁发的那篇推文。QQ 头像突然跳动，竟是多年未见的景瑶。此时巴黎还是凌晨4点多，他却发来信息让我开机通话，说高旭把推文转发给他了。电话接通后，景瑶急切地问：默默，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个本地市公众号发的内容是真的吗？里面的那个人真的是你？我苦笑着说：是，微信公众号上说的那个人就是我，还有我的照片呢，你不都看到了吗？你还打电话问这些干什么？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景瑶带着最后一丝希望，这很重要吗？我失望地说：我本以为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无条件相信我，但是挂了电话，我心如死灰。林一飞敲门进来，说他写了澄清文章发在微博上，让我帮忙转发。我转发后艾特了很多知名媒体，还在论坛开帖求助。大约1个小时后，有人敲门，是一位自媒体女记者和扛着摄像机的小伙子，说想采访我们，帮我们澄清。我和林一飞答应了，可采访最后，女记者却突然问：如果没有报酬，你们会做这件事吗？还追问二维码留林一飞的原因。下午3点，另一个公众号发了推文，里面是经过恶意配音的采访视频，谎称我和林一飞承认借妞妞的是骗钱，还附上了老人和妞妞感谢我们的视频，形成鲜明对比，误导大众。这篇推文短短1个多小时，点击和转发都破10万，评论不堪入目。默默，你能告诉我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吗？为什么他们要如此的对待我们？我们做错了什么吗？林一飞泪流满面，我把他搂在怀里，却无言以对。这时，尹一华打来电话：默默，你还好吧？尹一华在电话里问道：目前还算好。我应了一声：我相信你一定是被误会了，你二叔已经在帮你去查了，本地市这个公众号就是昆明人在运作，借这个事情炒热点而已。尹一华轻叹道：谢谢，我真心感激，我已经帮你报案了，这件事迟早会还你一个公道。尹一华鼓励道。挂了电话，我想和林一飞商量通过晚报澄清，他眼里闪过一丝希望。我拨打了晚报广告部的热线，说明情况后，对方却表示只能通过付费广告澄清，环抱起了价格。我愤怒地反驳，电话却被无情挂断。窗外狂风暴雨，我敲林一飞的房门，想提醒他关窗，可无论怎么敲都没人回应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我推门进去，房间里空无一人，只有窗户敞开着。我发疯似的跑到窗前，20几层楼下，一群人聚集在雨中，我的眼泪瞬间涌出，双腿瘫软。林一飞用最决绝的方式离开了这个让他失望透顶的世界。警察赶到后，我作为嫌疑人被带走。录口供时，我把认识林一飞到他自杀的所有事情都说了一遍，几度哽咽。我看着警察，恳求道：是本地市这个公众号逼死了林一飞，求你们还给他一个清白。女警给我看了林一飞的遗书照片，默默，我累了，我想我还是走吧，心疼你接下来还要面对那么多的流言蜚语，而我却不能站在你身边陪你一起承受这些。我没有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仍旧愿意帮妞妞寻找她的父母，仍旧愿意承受这些。我只是太累了，想要休息一下。有人说，人的一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亦或者是一场救赎，救赎我们自己的灵魂，指引他走向光明。我们今世所承受的罪，都是前世种下的因。我想，我前世应该是一个恶人吧，否则为什么命运会对我如此不公呢？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吗？我累了，我想回家，想回到妈妈的怀抱。我还和你说，妈妈的怀抱是全世界最温暖的地方。离开昆明的那几天，我很想回家去享受这种拥抱，在外面承受了那么多的委屈，找一个可以安心的港湾。
可是我无能为力。16岁时家破人亡，父亲外遇抛弃家庭，母亲跳楼身亡，我从此孤苦伶仃，深陷自卑。我读完他的遗书，泣不成声。遗书里，他把省吃俭用的2万块留给妞妞和外婆，还惦记着流浪狗。不，女警捡起我掉在地上的手机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找出那2个公众号的运营者，还他一个公道。公道！我狂吼道。这个时候你和我说公道有什么意义呢？人都死了还说公道干什么？你们早都死哪去了？我在微博上艾特晚报、艾特时报、艾特警民服务的微博，有哪一个给回复了？甚至我打电话到晚报，竟然告诉我收费做广告，这就是你们这些公务员做的事吗？你别激动。一旁递烟给我的警察说，我们理解你现在有气，但是也请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，毕竟这不是我们某个人导致的结果。你朋友没能承受住压力自杀跳楼，我表示很同情，但是你刘叔叔没事的。女警打断他，让他发泄一下吧。随后他对我说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工作失职，我向你道歉。我平复了些许情绪，办公室外传来敲门声，有人探头进来。刘所长，外面来了很多记者，想要了解情况，怎么办？刘所长思索片刻，你让这些媒体记者去会议室等着吧，我去之前什么都不要说。你要去见这些记者吗？女警问。刘所长打断他，他现在是嫌疑人，还不具备接受采访的条件，而且现在接受采访对他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。我相信总会真相大白的。他拿起我签过字的笔录，对女警说，你先带他去我们的招待所休息一下吧，不用像对待其他犯人那样对他。知道了。女警对我说，我带你走后门吧，招待所就在后面。到了招待所4楼房间，女警说，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，暂时我们不能让你离开。我面无表情，你们已经很清楚，林一飞是自己跳楼，能不能让我走？我不需要休息，也不需要待在这里。你想去哪呢？女警看着我，现在你正处于风口浪尖上，上午去公交车站都被人误会动手，你难道不怕吗？我想去看看林一飞，他在哪？相信我，你一定不愿意看到他那个样子的，就让他把最美好的一面留在你心里面吧。